却又惊雷起。长烟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每次想起你，依稀枕边耳语；每次见到你，铁马几个监狱。荡气回肠千山外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是这样，这就是事发时现场的情形。是朕太心急了。陛下明鉴，既然委臣之权，就应该是全权，也就意味着臣有权替皇上处理此案的任何细节，不用请奏解释，否则就请陛下将此案交予梁王审理。也罢，怀英，在。朕命你全权负责此案的查查，圣旨即刻下达。臣谢陛下天恩。大姐，果然不出你的所料，单陵在寒光寺中用暗器撞飞了血灵的毒镖。毁文仲，血灵属下那个潜伏在寒光寺中的多魁怎么样？已经被狄仁杰识破了身份。人呢？被血灵杀死灭口。狄仁杰有什么反应？血灵在传说中没有提到，似乎他没有明白咱们的真正目的。对狄仁杰我是太了解了，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明白的。
武则天那边有动静了吗？还没有。不能再拖了，马上传书洛阳城中小会，让他随时准备。只要寒光寺之事一了，立即对太子下手，展开计划。大姐，您放心吧，现在蛇灵的22位堂主已率本部所有人马潜伏洛阳城中，只要小会那边一得手，便立即开始绝境。时不我与，对狄仁杰之事也要抓紧进行。这样，你马上传书血灵魔灵，近日回到总坛，告诉洛阳城中各位堂主，在武则天行动之前，一定要蛰伏待机，谨慎行事。是。贤，小慧，你来了。血灵让我来打听情况，太子还好吗？放心吧，这个傻瓜什么都不知道，还以为我真的爱你。那个人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几个月了，几乎可以乱阵。这我就放心了。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动手？听候上峰的指令，我这就回去禀报血灵。我还要忍受这个傻瓜多久啊？别急，就快了。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？一个临死之人，需要知道这些吗？我只是好奇而已。我们的名字叫蛇灵，成员大都是身怀各样绝技，背负上乘武功的留人之后。他们有的姓毁，有的姓萧，有的姓莽，还有的像胡金辉一样姓傅。原来是这样。元芳啊，你来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闪灵给我的，上面有他的姓名。这背面有文忠二字，闪灵的名字叫文忠。是啊。那么他的姓呢？不知道。他姓毁。您怎么知道？当然是木牌告诉我的。大人，这上面没有啊。元芳啊，闪灵原来的姓氏和你是一样的。和我一样？他姓李啊？是啊，他姓李，而且
是一位李姓宗室之后。您说什么？闪灵是李姓的子孙？是啊，多年之前，徐敬业叛乱被平息之后，袁嘉、林奎、李矮等一批王公贵胄，以腐逆之罪被处死或流配。皇帝令其等改李姓为毁氏。为什么要姓毁？毁是传说中一种剧毒无比的巨蟒。皇帝之所以赐此姓，一来是说这些人心如毒蛇，谋反逆天；二来悔因同后悔之悔，警醒那些王公的后人，不要走先人之路，要知天命而悔改。那么这个闪灵的名字就应该叫毁文忠了。是啊，真想不到，闪灵竟然是一位李氏宗族。大人，您是不是早就想到了？我也是刚刚才想到他的姓氏。您今天为什么要放走闪灵啊？元芳啊，你认为闪灵真的是刺客吗？难道不是吗？这样吧，你去把如燕叫醒，我们趁着夜间宁静无人打扰，再访寒光寺，探究一下事情的究竟。再访寒光寺。阁老，李将军。元芳，毁文忠与你的武功谁高谁低呀？卑职略高于他。哦，如燕，你当时站在什么位置？叔父，我当时就站在这里。元芳，毁文忠就蹲在这条房梁之上。元芳，当时如燕假扮皇帝，就站在现在的位置。如果你是闪灵，会不会失手？绝不可能。好了，你下来吧。当时闪灵在房梁之上发射了2枚暗器，就落在了这里。怎么会偏离这么多？以闪灵的武功来说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那么，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？闪灵所发的这2枚燕子当，并不是要刺杀皇帝。可是大人，既然他不想赐驾，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潜入寒光寺，躲在正殿的房梁之上？又为什么要发射这2枚燕子当呢？你不要着急，听我继续说。闪灵发射的2枚燕子当落在了这里，可是奇怪的是，在这大殿门口，我又发现了1枚蛇形镖。蛇形镖？
啊，这就是事发现场蛇形镖所在的位置。元芳，依你看来，这3枚暗器有没有可能都是闪灵一人所发？这种可能可以排除。哦，这完全是截然不同的2种暗器，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。为什么？燕子当小巧绵密，发射之人主要靠内力支持，而蛇形镖自身的重量就很重，发射之人是要靠手腕的力量。这完全是练2种不同功夫的人使用的暗器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排除这2种暗器同是闪灵所发这种假设。不错。那么这枚蛇形镖又是从何而来呢？你再看看那对燕子当的位置。难道是什么？如燕，来，大人，这是当时如燕假扮皇帝所站的位置。而闪灵在房梁之上。不是，不在殿内。是这里，肯定是这里。元芳，你现在站的位置，事发当时站满了寺中的僧侣和随侍的大臣。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。事情很清楚了，如燕，来，你站在这里。当时闪灵在房梁之上，通过反光，发现有人从殿外向皇帝发射蛇形镖，于是闪灵掷下了燕子当，撞飞了蛇形镖。燕子当撞飞蛇形镖之后，就落在了这里。蛇形镖呢，继续飞行，撞到门槛，落在了这里。大人，暗器飞行撞击落地的位置完全正确，卑职认为只有这一种解释。与我所想完全相同。你们在说些什么呀？闪灵明明是来赐家的，照你这么一说，他不成了旧家的功臣了？难道就没有这种可能吗？可是叔父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我们现在只是推理事情发生的经过，至于原因，还要进一步的分析。对。大人，像闪灵那样的高手，在这么近的距离，竟然出现如此大的偏差，
这就说明他发射这2枚燕子弹，根本不是冲着皇上去的。于是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：单陵为什么要救皇帝？按理说，李姓子孙与皇帝有着不共戴天之仇，单陵的这种做法不合逻辑啊！难道他另有图谋？不要妄自忖度。现在我们先提出问题，下一步才是如何解决它。第二个问题，这单陵是蛇灵逆党的6大刺客之首，为什么在派他前来的同时，还要派另外一个杀手？不错，蛇灵在刺杀同一个标靶的时候，绝对不会派出2队人马。可是这一次，算上贾法能，竟有3拨人，这确实是很奇怪。是啊。第三个问题，这次的刺杀你们都看到了，核心完全是围绕着暗藏殿外、使用蛇形镖的那个刺客身上，而不是单陵。单陵在这出戏当中只不过起到了一个引开我们注意力的作用，他的死活完全无关紧要。试问，一个天字第1号杀手为什么会变成了疑兵？这内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呀。元芳，你还记得那个杀死贾法能引你到正殿的黑影吗？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，那个黑影就是第3个神秘的刺客？你认为呢？现在回想起来，确实如此。当时卑职还以为那个黑影就是单陵呢。此人引你来到大雄宝殿之外，于是才有了你2勘大殿，识破了单陵的藏身之术。于是第4个问题出现了：这个神秘的第3人为什么不惜出卖自己的同伴？而且这个同伴可是蛇灵中的顶尖杀手，元老级人物惠文忠。此事不简单呢。第5个问题，也是最关键的，那个神秘的第3人以出卖单陵引开我们的注意，保全了他自己，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。可是刚刚你说到了，此人发射暗器的位置正是寺中的僧侣和随侍大臣们所处之处，他是怎么混进去的？大人，你是说有内应？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。这个神秘的第3人是谁呢？在这出戏里面，他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贾法能。此人的出现也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。贾法能有什么蹊跷？你们想一想，蛇灵逆党为什么要将这样一个人安排潜伏在寒光寺中？当然是为了这次刺杀行动。绝对不是。为什么？你们好好想一想，以这个贾法能的身手武功和智慧机变来说，没有一样称得上是一流。由此看来，他是根本没有能力执行这次刺驾任务。既然如此，他们又为什么要派贾法能进寺呢？这个贾法能会不会和闪灵的任务相同，也是一路疑兵，引开我们的注意力，从而令那个神秘的第3人更加安全地潜伏在寺中？首先，这个贾法能潜入寒光寺中已经有10多天了，而闪灵和那个神秘的第3人则是昨天夜里才潜入寺中的，因此他们执行的绝不是同一个任务。第二，如果贾法能也是疑兵，为何又要派出闪灵？2路疑兵非但不会引开我们的注意，反而会更加引起我们的怀疑。
因此我敢断定，这个假法能潜入寒光寺，一定是另有所图。另有所图？是啊，这寒光寺当中，恐怕是别有玄机呀。我隐隐地感觉到，这件事情的真相，远比我们所想到的、见到的复杂得多。陛下，尔等退下。是。寒光寺，寒光寺。这个假法能为什么要潜入寒光寺中呢？老爷，怎么了？大将军桓斌来了，说有急事找您。哦，大将军，阁老，有什么事吗？今天清晨，洛州刺史来到魏府，说邙山之中发现了牵牛卫的尸体。哦，末将即刻命李副将前去查看，发现死者并不是牵牛卫，而是内卫府大阁领黄胜彦的牵牛背身。什么？走，去看看。今日末将当值，已经派李副将在现场等候。哦。这就是内卫府大阁领黄胜彦。我见过他。走到那边去看看。
么人物如此紧要，竟然要用铁板制成的囚车来押运呢？可以肯定，那位是在夜间突遭埋伏，全军覆没的。末将也这么想。歹徒袭击内卫，就是要救出这囚车之中的犯人。看来此人一定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而且内卫经办的案子一定与皇帝有关。您是说这是皇帝交办的差事？你想一想，黄胜彦是内卫府大阁领，正四品上的官制，由他亲自出马押运犯人，不是皇帝钦差，还有什么人能够调遣他呢？不错，不错。好吧，李副将，命令卫士们清理现场吧。是。1队、2队警戒，3队、4队清理现场。阁老啊，已经吩咐过卫士们了。好，阁老，有什么发现吗？现在还不可说呀。哎，李副将，这条路是通向哪里的？哦，据当地人说，这条路是通到邙山深处的。哦，我真是不明白，这些内卫为什么要带着犯人跑到深山里去？哦，李副将，请你找一名熟悉邙山地理的卫士，随我到处看看。是。好利落的手脚啊！大人，您说什么？元芳，你有什么发现吗？对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啊！这不就是发现吗？你想一想，内卫府的牵牛背身都是千里挑一的剑者，即使被伏击，也不会束手待毙，一定会奋起反抗。可你看看现场，全是内卫的遗骨，竟连一具对方的尸体也没有。肯定是伏击之后，歹徒们清理现场，带走了己方的尸体。不错，刺驾之事尚未了结，现在又发生了袭杀内卫的凶案，前后相差不到1天。这洛阳可真是热闹。您是说这2个案子有所关联？元芳啊，再看看现场，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啊？这手法很像蛇灵所为。不是很像，应该说就是才对。蛇灵的规矩就是，每次任务完成之后，都要仔细的清理现场，绝不给对手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叔父，我刚刚看过了，所有的手法都是蛇灵常用的。以前小女也是如此行事。哦，而且我在一具尸身下找到了这个。如烟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清理现场时专用的证物袋。这种口袋有大有小，分为10多种，
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将现场留下的所有痕迹、证物，无论大小，全部带走。哦，还记得重州案时，从贺兰驿出来的那些紫衣人装糖报用的黑色口袋吗？这种口袋就是蛇灵专用的。大人，在东柳林镇外，我们截获的就是这种口袋。叔父，由此可以断定，此事定是蛇灵所为。如烟呐，你曾经是蛇灵的堂主，又是6大蛇首之一，你再看看这现场还有什么蹊跷吗？叔父，蛇灵的这点小伎俩，在您看来，不过是小儿之戏罢了。欲盖弥彰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李将军，难道你真的认为伏击的地点是在这里吗？你的意思是？这是个假现场，真正伏杀那位的地点绝不在此。对呀，地上没有血迹，也没有打斗的痕迹。这就是蛇灵惯用的伎俩，移花接木，迷惑对方，令对手无从判断他们的真正目的。1年前的重州案时，赵文慧大军在契丹遇伏，可尸体却被运到了突厥的境内，就是个最近的例子。好一个如燕呐，真不愧是我狄仁杰的侄女啊！您倒不如说，不愧是蛇灵的6大蛇首之一，还贴切些。大人，这条路就是通往东都的官道。哦。刚下那座寺院叫什么名字？大人，那就是寒光寺啊。寒光寺？正是啊，我们是围着山绕了一圈才过来的。哦。那么这条官道是直通神都的吗？正是。走，下去看看。就。看来这里就是第1现场。是的，您看，这是火把熏出来的，那里还有血迹。而且，这2个山夹1沟的地势，是最佳的伏击地点。叔父，您真棒！你是怎么想到凶案的真正现场是在通往神都的官道上？当然是内卫。内卫？可以肯定，内卫此次是奉密旨行事。这一点，从黄胜彦亲自出马押解囚车这一举动便可以得到证明。那么，内卫在办完事之后会去哪里呢？回京交旨。就这么简单。简单是简单，可必须要把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想，否则就是再简单也想不明白。叔父，小女今天又跟您学了一招。哎，来人呐！大人，我们是不是早已过了寒光寺？是的，早就过了。寒光寺距此将近20里，
大人，再走50里就是来亭县，穿过来亭县就到了洛阳。哦，叔父，元芳，你们来看。叔父，您看这车辙印。大人，这车辙印便是那铁囚车留下的。哦，元芳、如烟，我们立即分头搜索。是。好。元芳，你看，去把那张纸取下来。大人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数算之法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启奏陛下，据臣推断，这是昨天夜里寅时左右的事。黄圣彦死了。正是。陛下，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，臣以为此事又是蛇灵逆党所为。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